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月22日啊，星期天。今天呢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阳光也很好，所以呢就在海边晒太阳，然后呢给大家录一期视频。今天的这个视频的主题呢，主要是想聊一聊啊，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美国的大法官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判定这个川普的税收政策呢是违法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对未来美股的走势呢会有重大的影响啊。所以呢，我要讲一讲，就是我对这个事情对美股走势的一些判断啊。首先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时间发生呢，对川普来讲呢是非常不利的啊。因为老川他上台1年多以来，可以说他的关税政策啊、是他最大的一个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政策吧啊，又是经济又是外交上的，对吧？而且这个政策呢是非常的有争议的，就争议性很大，因为他对他自己所有的盟友也征收了啊这个关税，那么反对的声浪其实一直是很高的。还有呢，就是像俄乌战争啊，这个他上台之前他说俄乌战争很快就会解决，但事实上呢，俄乌战争呢到了现在已经也1年多了，还是没有解决啊。那么还有就是在移民政策上，移民政策上一开始呢是大家很支持的，但是呢，就现在呢，ICE 可能在美国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针对移民的一些行为，还有好像是针对美国本国国民嘛，就是一些这个事件呢，就现在呢都是蒙上了重重的这个阴影，可以说。那么马上呢，美国的中期选举就要到了，就川普呢，他最近一直在催那个泽连斯基就赶快乌克兰要大选要同意这个跟俄罗斯签这个协议其实都是为了中期选举。但是呢，现在就发生了这个关税被否定的这个事件呢，那会带来重大的连锁的反应因为呢，这个美股我过去的视频，大家看过我的视频都知道，我说了，在2025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乌战争能不能变好，对吧？就能不能走向和平？其实在2025年美股的这个每一次的低点和就是反弹，都是伴随着俄乌战争的谈判，就什么泽连斯基去白宫然后又什么谈了又不谈了，就这样，反正来来回回的这样伴随着这个高点。当然了，就是也有关税上的一些这个影响，反正就伴随这两件事情吧但是呢，一直到以来呢，就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谈妥。首先欧洲在后面是支持这个泽连斯基的他不同意，就是现在就是说，其实向俄罗斯妥协吧，对吧？因为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就是把占据的这个领土呢，要国际社会就正式承认，要乌克兰承认这个领土呢就要永久的割让给俄罗斯。但是这个战争打了这么多年然后泽连斯基如果他要签字，他要把这个领土割让给这个俄罗斯，叫他承认这个呢，就他不愿意，对吧？这个当然就是从任何的感情上也好，从什么上面来讲，都是怎么说，都是就是说能够理解的，就是他不同意那欧洲也不支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就僵在这里。那他们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要同意这个
停战啊，那这个土地现在确实是你占了，就被俄罗斯占了，被普京占了，对吧？那你要我永久承认，我不承认。但是现在你占，这是事实，这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如果要停战，我打不过你，那我就不打了，对吧？但这个土地我是不会承认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僵局。那俄罗斯呢，就是你不承认这个土地，就你如果不承认，那未来这个事情就是对俄罗斯来讲也是有风险的嘛。完以后又要打起来了，对吧？所以就是不承认，那么他也不肯，他也不愿意谈，也不愿意所以这个事情就卡在这里。那么美国其实之前拜登一直是支持这个乌克兰的，对吧？就支持这个泽连斯基的。那到了川普以后，政策就是有改变了。那么如果说就是现在啊，这个泽连斯基一看，或者欧洲一看，哎，这个关税的事情啊有反转了，那么未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就这个川普他还能不能赢这个选举，是吧？所以他们也是静观其变啊。所以这个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呢，现在感觉呢又要向后延了这个时间啊，因为如果一旦就是关税这个事情啊引申到这个事情，他觉得你这个就是老川的这个实力啊也正在慢慢的消落，是吧？那这个事情他可能就又要往后拖啊，所以这个呢，对美国股市来讲呢是一个不好的因素啊，这是一个不好的因素，就是俄乌战争如果一直拖下去就不解决，这是一个不好的因素啊。那么关税啊，再说到关税，关税这个事情呢，其实现在被否定了以后呢，就川普被否定了以后呢，他立刻好像又说什么又要用个什么别的什么条款啊什么啊，这个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啊，因为首先现在的这个条款啊，已经如果被否定的话，那他接下来他提出了什么条款，法官一样可以去给他就是否定啊，并且他现在提出一个条款啊，我看到一些专家分析就是说，只能够征收10%，然后好像只有几个月啊，就只能征收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只有10%，就这个已经意义不大了。就这个就是说它在经济上呢，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啊。那么关税这件事情呢，短期来看呢，好像啊，就是美国的政局会有点不稳定，对吧？就川普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政局，但是如果长期来看呢，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啊，就说明什么呢？就比如说你川普之前和加拿大也好，和欧盟也好，很多就是他的这个盟友，对吧？收关税啊什么，就大家关系搞得好紧张、好矛盾的。那么你现在如果一旦就是被否定了以后呢，那么就这个事情呢，可能就会停段落了，对吧？就比如说你本来说什么欧盟要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啊，或者说还有就是什么关税要付多少钱呐、这些东西啊，就是后面就停掉了嘛。停掉了嘛以后呢，它的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一个是关系得到了缓和啊，就是盟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缓和。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从2025年关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啊，你像比如说日本的股市啊，你像这个德国的股市、西班牙的股市啊，就欧洲的一些股市，还有韩国的股市，其实涨幅都远超过美国的股市。就美国的股市在2025年其实涨得不是很好的啊，之前都是像美国都是领涨世界的，但是2025年就不好，因为过去呢就很多跟美国做生意，大家是有贸易逆差的啊，就说的简单一点，就赚美元赚美国的钱。那么赚了美元赚了美国的钱以后呢，那么大家也会去投资美国啊，比如说你像什么科技股啊，对吧？科技股能够做到那么大，就这么大的市值啊，就远超现在的这种常规的这种计算方式。很多这个钱它不是美国自身的钱，它是就是世界各个国家，尤其像什么欧洲国家，你像欧洲什么很多主权基金啊、退休养老基金啊，
都是投资在美国的国债啊，或者说投资在美国的一些就美国股市里面啊，又像科技股啊什么。那么你现在像这样的呃关税这个矛盾化严重了以后呢，就很多国家就不投了，尤其是格陵兰岛，对吧？格陵兰岛你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大家看到就欧洲就有国家就好像挪威吧还是什么啊，就把这个养老基金什么就要退出美国国债，还是投资啊，因为没有贸易逆差的话，就赚不到你美元了，本来就赚到你美元多出来的钱，说白了，对吧？就这个钱，所以再来投资你，获得更高的一个回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过去长期以来比较平衡的一种方式。那如果赚不到了，那就没有，那还不如就去大家就去买黄金了，是吧？买黄金啊，所以看大家黄金这2年涨得很厉害啊，就各国的央行都在买黄金。还有呢，就是说投资自己的国家的股市啊，或者说投资自己的一些产业啊，这个是过去。那么现在呢，如果这个关税这个事情停掉以后呢，大家呢又会有这个资金来开始重新投资。当然这个需要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立刻，对吧？因为这个事情肯定还是要大家要来回的这么博弈一些时间的就不是那么快的。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就是说长期来讲它是有利的就是有利于美国的股市的那么你比如说像具体我们讲一些股票你比如说像这个沃尔玛对吧你像那个什么露露还有像耐克这些公司应该来说都是利好都是还有像什么汽车，就比如说你丰田汽车在美国卖汽车的对吧这些都是利好反正就是这种对关税敏感度很高的东西，商品什么的都是利好。那么反过来说一说就是有什么股，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比如说我现在唯一最快的立刻能想到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系列的连锁事件呢，我觉得会导致就川普他在美国的中期选举现在就悬了就不一定稳了，就是像这个什么移民的 ICE 的事件然后关税的被大法官的否定还有就是这个俄乌战争没有停，对吧？因为如果这个3个事情都现在不好的话，那等于他这1年多就什么也没干除了就是发了很多那个推特那么作为川普他这次上台的最大的金主就是老马，对吧？就是马斯克那其实我对特斯拉这个企业是没什么意见的，我觉得非常牛逼非常好。包括老马他自己做的其他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人也是老牛逼的。但是他当时就是说去支持那个川普站台的这个事情呢，我在过去的视频我也说过我就说会增加他的风险。就像他支持了川普以后，他车子什么在欧洲就被大家抵制因为川普一上来就是反对，就他移民政策就是很偏右嘛，是吧？那很多这种左翼的人就不喜欢他。那么同样的，你就是特斯拉，它作为这个支持川普的这个企业，像老马对吧？作为金主，那么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之前他有段时间跟这个川普闹掰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好的时机，对吧？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就算了呗。但是呢后来又和好了，又和好了。现在如果川普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实在的就我对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发展，就这个股价起码我觉得它的股价会遭到打压的就不管是被做空还是现实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因为其实一旦如果川普他在中期选举失利了，那么其实他接下来的就时间
就基本上就很难了，就他的法案什么都不能就是遭到这个一致的通过啊，就是他权力就削减了嘛，对吧？那能够就是支持特斯拉的这个很多啊，比如说能够支持的东西就变少了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我觉得对特斯拉来讲是个挑战啊。反正如果我如果现在手里有特斯拉股票的话，我肯定会卖掉的啊，因为这个接下来就太说不清楚了啊。当然了，也不是说100%就接下来没有什么余地，对吧？如果比如说俄乌战争能够停掉，就真的停掉了啊，那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说，在双方都满意啊，就各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如果都能停掉啊，但是现在看下来很难啊。那么这一个是特斯拉，对吧？还有就反正就如果是支持川普的啊，这一派的，反正金主啊什么，我觉得这些股票都有点风险了啊。那么还有就是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数字货币啊，数字货币像因为川普的儿子嘛，反正啊，昨天好像还前天还说比特币会达到100万美元啊。虽然我自己现在我也买了数字货币的股票，对吧？我也上了这条船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做视频嘛，我们要实话实说，对吧？你不能说我自己买了这个东西，我就拼命要说这个东西好，是吧？那现在确实问题也出现了，就如果说，这个呃，川普中期选举失利了，那么关于数字货币的政策，因为数字货币在美国合法化很多方面呢，就川普是出了大力的，就他这届政府是就是得到承认的，是吧？这个是事实，而且他也特赦了就好几个那个币圈的这种大佬，就平台的大佬，对吧？还有就是他这个儿子啊，也是很积极的在搞这个事情，就搞数字货币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一个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因为如果他的这个权利得到了削减，那么有的人觉得，哎，你这个政策是不是啊太过于激烈了？就比如说现在那个传统银行业，他们就反对，是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传统银行业的储蓄，就他们给的这个美元的储蓄啊，给的是比这个数字货币的这种稳定币什么来的要少啊，因为稳定币放到这个什么平台里面啊，得到的利息远高于这个传统银行，对吧？因为这个稳定币会被人家就是拿去啊，平台然后拿去就是做这种期货啊，就是给那些短期做期货，就它的利息是很高的，是吧？所以就是说它收益就会分给这些用户啊。那么这个对传统银行就是一个打击。那么大家都去存这个，把钱传成美元换成这个稳定币了，收这个利息了，就没人去存银行了嘛，是吧？那对传统银行业是不是个打击呢？所以其实数字货币的这种稳定币的政策啊，对这个传统银行的企业是有冲击的，大家不喜欢啊。那么当然了，就是后来呢，就是现在反正就是在说服那些数字平台的这些老大，对吧？就让他们啊不要这么收。我说的是美国的啊，什么 Coinbase 这种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不好的一面啊，但是呢，就不得不说呢，就数字货币这件事情，也有一些声音呢，就觉得这个数字货币以前比特币吧，没有在川普时代的时候呢，它的上涨是很暴力的，就它不是被政府合法化的时候，它上涨是很暴力的啊。当然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野蛮生长时代，对吧？之前大家都了解。那自从就是这个被川普合法化了以后呢，什么基金啊、ETF 啊，是吧？很多都在买了，什么这种传统的那些华尔街的大佬们啊，都在投资了，它就温顺了很多啊。就它或者说很多什么过去说的这种东西去中心化啊，对吧？啊，现在就变得中心化了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是没有监管的啊，就是完全是属于自己每个玩家手里的东西，现在呢就变成有监管了
对吧？啊，就变成政府监管了。那么这个呢，是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利好啊。就如果是川普的他的手啊，这个美国政府这个手啊，对这个数字货币的控制力啊，如果又变低了一点，那么对于那一部分就是自由派，就是说我们把它说成数字货币的自由派啊，那些希望无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人来讲呢，就传统的数字货币的大佬们来讲呢，应该说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哎，又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了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影响没有就是特斯拉这个事情那么大。就特斯拉，我觉得是冲在最前面的，对吧？因为它是这个金主啊，而且就嗯，反正他作为金主以后呢，他反正就对欧洲啊什么，他一直攻击西班牙啊什么，或者攻击法国啊，因为西班牙跟法国呢，或者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呢，要针对 X 啊，就是说他对青少年上面什么色情啊，或者说对于言论啊要进行一些管制啊。那么就这个马斯克呢，就在这个推特上，对吧？就讲的，反正也是言语也是很激烈的。那么这种呢，在过去啊，就他还不是这个，就是老川这个时代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啊。反正他现在吧，有一点就是感觉就是，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吧？啊，就是有这种感觉。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对他，如果一旦老川啊这个事情失利了以后呢，对他是不利的，非常不利的啊。这是我觉得是排在最前面的，因为数字货币这个说白了啊，你像什么，嗯、还有像华尔街，因为也投入了很多，对吧？就是说，最多在政策合法性上，这个事情会 delay 啊，会变缓或者变得过于缓和一点，或者说控制的没有那么严一点，或者说就是不会那么加速。但是呢，就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不会再倒退了，就不会说现在啊，这个华尔街又说我们不投这个东西了，把这个 ETF 去掉，然后这个数字会不会又回到过去的那个时代？这个是不可能了，这个已经就是它已经融合到美国的啊股市上市很多上市公司，像什么 PayPal 啊什么这种公司啊，像这个 Block 对吧，都已经完全融合了，所以不可能再去完全再退出，回到最过去的这个状态啊。好吧，那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下子就这么多啊，我也没有什么稿子，对吧？就反正根据我过去的那些记忆，还有现在发生的事情啊，我就一口气这么讲下来，所以可能言语组织之间呢，也不是那么的顺畅啊，反正大概的意思大家都懂，对吧？啊，那么我说的这个呢，就只作为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啊，也不是投资的参考啊，这个反正按照惯例吧啊，也要讲一讲。好吧，谢谢大家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或者说想了解的啊，也可以给我留言啊，可以和我互动啊。最后祝大家这个周日快乐啊！